来第一个，我们348页第3点，它不是说我们的这个 S 跟我们的 D 是成反比？对。348第3点，他说啊，我的内部的阻抗跟我的额定容量成反比，然后它的这里是 SA， 然后跟 ZA、ZB 嘛。OK， 在讲那个之前呢，我们要先把名词搞清楚。第一个，你只要看到变压器并联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边课本上的公式哦，后来我给它推导给你，它只有写 A 或 B 啊，代表这个变压器原本的东西。所以呢 ，SA 的话代表说我 A 变压器的容量 ，SB 啊代表是 B 变压器的容量。那再来就会开始有加那个 L 嘛，也就是 XLA 跟 XLB。有加 L 的啊，代表说你并联后，所以呢 ，SLA 代表是 A 所负担的容量 ，SLB 代表是 B 所负担容量。那 SL 代表说这两台啊，它共同负担的容量，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式是 SL 会等于 SLA 加上 SLB， 也就是这两台共同负担容量应该跟我负载容量会，就是负载容量要相同 ，OK？ 所以第一个。348页第3点呢，我们如何证明说啊，这个容量跟我的阻抗是成反比？所以我们要先从 S 开始，我们的 S 会等于 VI，OK， 再来下一个是我的阻抗 Z 啊，会等于这个 V 去除以 I，OK， 这里可以吗？那再来，如果我把这个移过来。所以我们变成是 V 会等于 IZ，OK， 是到这里嘛？可是呢，下一个，我们一般来说啊，我们会把它反过来，我们把它换成是 I 会等于这个 V 去除以 Z。为什么我会把 I 换成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过，你变压器买来啊。那个电流的大小是取决于你接什么东西，你接的东西不一样，电流就不一样。所以它一般来说，名牌上的资讯啊，只会给你这个变压器的容量跟它要接什么样的电压。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电流换掉。所以我要用这个方式把电流换成它。所以我们把这东西放到这个式子栏里面后，我就可以得到我的 S 会等于 V 去乘上我的这个 V 跟我的 Z，V 去除以我的 Z。那我这边就变成有 V 有 V， 就把它乘起来，所以我的 S 就会等于是 V 平方除以我的 Z。那到这里以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啊，如果今天我们电压相同的时候，今天如果我电压一样，我的容量 S 就会跟我的阻抗成反比，所以就会到我们课本上那个式子，我的 SA 比上 SB 这两个如果来比的话，就会等于是我的。ZB 比上 ZA，OK， 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证明这个349页的15之1跟15之2。两个式子啊是源自于就是那个类似像分流嘛 ，OK。那我们并联的时候啊，并联啊电压会相同，所以当我并联的时候啊，我这两端是 A 变压器，这一台是 B 变压器。A 变压器的阻抗叫 ZA，B 变压器的阻抗叫 ZB。那我两台并联接在同一个电压的时候啊，这时候它们就会有电流产生。所以呢 ，A 变压器会有一个电流叫做 IA，B 变压器会有一个电流叫做 IB。那我现在电流会产生嘛？但是因为我是并联，所以我们并联的时候啊的重点是我的 V 啊要相同。所以如果说这一段这一台 A 变压器身上的电压叫做 VA， 那它应该会等于我 B 变压器的电压 VB。那因为我们的 V 会等于 I 乘上 Z， 我们的 V 在这里会等于 I 乘上 Z， 所以我可以说啊 ，VA 会等于 VB， 所以呢 ，IA 乘上 ZA 会等于 IB 乘上 ZB，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说，第一个，因为啊，我的这个 VA 要等于 VB，
然后这个是源自于我们的那个并联。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我的 IA 乘上 TA 应该要等于 IB 乘上 DB。OK， 到这里，因为我们电压相同嘛，都会等于它嘛。OK， 下一步啊，我已经知道说啊，这两边的电压会一样。所以我现在假设，如果说我假设它叫做 Vx， 那不就代表说我的 VA 等于 VB， 它也会等于我的 Vx 嘛？所以我就把这个 Vx 啊乘入我的这个是指的左右两边，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说我的 Vx 乘上我的 IA 乘上 VA 会等于我的 Vx 乘上 IB 乘上 DB。那到这一步的时候啊，我把 V 跟 I 刮弧起来。OK， 这两个刮弧起来的时候，请问这个 Vx 是在哪里 ？Vx 是这里嘛？是我这个变压器现在并联后的这个电压。那我的 IA 不是我负担后的那个电流吗？所以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不就应该是 A 现在这台变压器并联后负担的容量，所以它叫做 SLA。这个的话就是 B 变压器现在负担容量嘛，所以是 SLB。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我的 SLA 乘上我的 DA 会等于我的 SLB 乘上 DB。OK， 这个是上次我们写到这里 ，OK。再来，我就可以知道 SLA 跟 SLB 的关系。我们刚刚前面啊讲的是只有 S 嘛，就单纯它的容量，它的容量会跟阻抗成反比。可是现在我们在讲是这两个 ，OK，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我的 SLA 比上我的 SLB 的话，就会变成是把它除过来，所以 SLA 比上 SLB 就是 SLB 分之 SLA， 它就会等于。我 SLB 移过来了，所以我的 DA 移过去，它会变成是 DB DA。OK， 也就是到这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结果告诉我说啊，我如果说中间这里啊画一条线，所以如果说我这边画一条线啊，我的 SLB 比上 SLA 比上 SLB 啊，就会变成是我的 DB 比上 DA。没有后面不一样。再来，我知道这个东西后啊，我可以把它变成是我的 SLA 就会等于是我的 DA 分之 DB。乘上我的 SLB， 我就可以知道说啊，我这个 A 变压器啊，现在它负担的容量应该是 ZA 分之 ZB， 然后 SLB。OK， 那再来我就把这个观念带入这个式子嘛。我已经知道说我的 SLA 应该是 ZA 分之 ZB 的 SLB， 所以我把它放进来的话，我就会得到。我们的 SL 是共同负担的容量，它会等于 SLA 加上 SLB。那我已经知道说我的 SLA 就会是它嘛，所以它就会是 ZA 分之 ZB 乘上我的 SLB， 再加上 SLB。那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因为两边啊都有那个 SLB。所以我把这个 SLB 提出，所以当我提出后，我就可以得到说 SLB 会等于剩在括弧里面是 DA 分之 DB， 所以是 DA 分之 DB 加上剩下这个 B 提出来会剩下1。那到这里的时候啊 ，ZA 分之 DB 加1这个东西啊。我如果把它通分，用 ZA 当底的话，就会变成是 ZA 分之 ZA 加 ZB。OK，
里啊，我们来看这个式子，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不是我的 SL 吗？那我们来看这个式子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刚好看过那个例题吗？那个例题通常会给你什么？它会给你这两个东西。它如果给你百分比阻抗，就百分比阻抗嘛；它给你阻抗就是这两个嘛。那它是不是也会跟你讲你共同应该负担的容量？所以它题目要的都是，题目要的都是我 B 这台机器要负担的容量。所以它现在想要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里除过去。所以我的 SLB， 也就是我 B 这台变压器负担的容量，就会是我的 SL 去乘上这个的导数，那除以它就乘它的导数，所以就会变成是 ZA 加上 ZB 分之 ZA。那这个式子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式子就是相加分之别人，把两个阻抗加起来，我现在要 B 的这台的容量，结果我是看 A。所以呢，就类似我们以前的分流。349页下面两个式子啊，它是用百分比阻抗来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这个百分比阻抗代表 A。所以我的这个RZ，它的话应该就我们刚才有推到，所以就是 I1 Z1 除以 B1， 或者是 I2 Z2 除以我的 B2。OK， 所以呢，这边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这里啊，我们要的是我们要这个，把它换成我们这两台变压器的这个 RZA 跟 RZB 嘛。所以如果我把它换下来的话，我可以知道说我的 RZA 的话应该是 IAZA。IA ZA， 然后除以我的 BA， 就22.2 B， 然后呢 RZB 就会是我的 IB， 然后 ZB 除以我的 B2。OK， 注意啊，我们这边啊，下面啊是放 B2， 因为这怎么来的？我们在看这个 RZB 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把它并联起来，所以这时候你会，如果我应该是。我接一个电压，负载端或者是电压那个高压端啊，我接一个电压的时候啊，产生一个电流，然后呢在一个阻抗上，所以我可以得到说我这时候的 RZA 跟 RZB。OK， 这是跟上次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这里是放 B2。这是同一个电压的。不是，是它没有并在一起，它现在没有并在一起。OK， 现在是单独讨论这两台变压器，所以就是没有接着说它有自己的 RZA、RZB。那再来下一步，我现在要的啊。是我们的这个 ZAZB 嘛，因为我经过右边那个是我们刚刚这里的这式子知道，我的 SLA 比上我的 SLB 应该会等于我的 ZB 跟我的 ZA， 所以我就要把这里的 ZAZB 换出来，所以我的 ZA， 我们的 ZA 啊就会是我的 RZA 乘上我的 B2。再除以我的 IA， 那我的 DB 就会是我的 RZB 乘上我的 B2， 再乘上 IB 分之一。OK， 到这里。那我到这里后啊，我就有这个 ZA 跟 ZB 嘛，因为我的 ZA 在这里 ，ZA 的话应该是我的 RZA 阻抗百分比 A 的阻抗百分比乘上我的电压除以电流。也就这边 I 分之 RZA B2， 那 ZB B 变压器的阻抗应该是我的 B 变压器的阻抗百分比乘上 B2 乘上我的除以我的 IB， 就会到这里。那我已经知道说 AB 共同负担容量的比啊，会是 ZB 比 ZA，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放进去上面的式子，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说我的 SLA 比上我的 SLB 应该会等于是 B 比 A， 所以呢就把它放进去，所以它就变成是它 ZB 乘上 B2 乘上这里下面放 IB， 在上面这一台的话就是 A 要放在下面，所以它就变成乘上它 ZA 乘上 B2， 那除以 I 分 ZY 就乘它的导数，所以 I 跑上来，所以跑在上面。I
OK， 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过啊，我们在探讨这两个东西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并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如果说你这样来看，我们把这里的 v 跟 i 凑成一组，因为我们的 s 会等于 vi，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时候就变成说我 a 的变压器接了 v2 后产生一个 ia， 在一个 va 上，所以我求出这个，所以我可以知道说这里的这个 v2 乘上 ia 就会是我的 sa。换句话说，这个 ib v2 啊就会是我的 sb。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式值变成是我 a 跟 b 的这个比值啊 ，sla 比上我的 slb， 就会变成是 sa 比上 sb， 再乘上我的 za 已经下去了，所以变 RZA 在下 ，RZB 在上，所以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式，也就是349页15之3跟4。